这是一部评分高达9.2的岛国推理神剧，里面的犯人只有顶流明星才能出演，比如说曾经火遍整个亚洲的木村拓哉，被大家称为元祖歌姬的中森明菜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很多大牌，什么松隆子、宝奈美、松岛菜子，他们个个都是80、90年代红得发紫的日剧偶像派。古田任三郎到底有什么魔力，能让这么多大牌明星争着抢着的来参演这部剧？好了，影片开始。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古田任三郎第1季第10集议员秘书杀人事件。在一间高档公寓里，议员田野、议员的秘书茂雄和议员的情人麻里三人正商量着什么事。谈话结束，茂雄从包里拿出一沓钞票放在了桌上。原来议员打算甩掉他的情人麻里，给了他一笔钱，想让他出去国外旅行。麻里很生气，将钱一把扔在地上，然后就想出门离开。秘书连忙阻拦，结果却一不小心将他推倒在地。就这样，麻里彻底晕了过去。看到这一幕，议员表示他醒来还会有更大的麻烦，该怎么做你看着办吧。随后茂雄找来一盒安眠药，把麻里搬到床上后，将药片强行灌进他的嘴里。议员看他这么卖力的帮自己，于是给他点了一份外卖，并帮他冲了一杯咖啡。烧水之际，议员的右手忽然用不上力，记住这一点，他为古田破案设下了铺垫。另一边，茂雄已经将现场处理完毕，他将这一切伪装成是麻里自杀的假象。议员起身说，自杀总得有一个理由吧，要不这样，你假装是他的男朋友，然后他自杀的理由就是被你抛弃想不开了。此事平息之前，你也到乡下去避一避风头。听完议员说的这些话，茂雄人都傻了，心想你这老不死的小算盘还打得真是可以。原来议员曾答应过茂雄，等自己退休就把这个位置让给他，而现在马上就到了议员的换届选举时间，他却让自己去老家待着，看来他是想反悔啊。据茂雄调查，最近候选人又多出了一位，那人正是议员的儿子。茂雄越想越不值得，于是果断拒绝了议员的无理要求。议员听完瞬间变脸，对着他冷漠地说道，现在杀人的是你，我保证不举报你，已经算是非常对得起你了，别逼我做不正确的事。说完，议员转身正准备离开，茂雄心一狠，直接拿起床头的一个木质摆件，对准他的头狠狠地砸了下去。男人拿起一块木质道具，对着议员的头狠狠砸去。就这样，议员被打倒在地。随后茂雄把自己的指纹擦干净，重新将麻里的指纹按了上去。他打算把议员的死栽赃嫁祸给麻里。做完这一切之后，他又把移动电话拿来放在了麻里的床头。紧接着他开车来到一家酒吧，故意让老板娘过来陪酒。随后他假装去上厕所，用门外的公用电话拨通了自己的手机。回到酒吧之后，他当着老板娘的面接通了电话，伪装成是麻里打来的。就这样，他为自己制造了不在场证明。出门挂掉电话后，他又驱车赶忙回到了公寓。可让人没想到的是，警察早已将公寓团团围住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里面发生的事只有茂雄一个人知道。那么究竟是谁报的警？正疑惑着，突然古田带着外卖小哥进了屋。原来是议员点的披萨刚好送到。古田拿着照片询问茂雄，上面这两人是什么关系？茂雄表示，麻里是议员的情人，他们已经偷偷交往了3年，最近这段时间两人正在闹矛盾。紧接着古田继续询问，那你为什么会突然来这边呢？茂雄表示，1个小时之前他接到了麻里打来的电话，于是就赶来了这边。古田说，从现场来看似乎是殉情，像是麻里打倒议员后吃了安眠药自杀的情况。说完，茂雄表示他要去通知议员的家属，询问遗体在哪。古田迟疑了1秒，然后说道，遗体已经被送往医院去了，现在应该在解剖室里检查。茂雄一脸疑惑地说，怎么头被击中了还要去解剖室？古田回应，你说什么呢？要解剖的人是麻里，议员又没死，解剖他干嘛？此话一出，瞬间把茂雄给吓傻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茂雄询问古田，议员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？古田打算拨打医院的电话去问一下，可却不会使用这个分机电话。最后在茂雄的帮忙下，电话接通，得知议员虽然保住了性命，但是他现在还没有完全清醒过来。随后古田和茂雄驱车前往医院。路上茂雄询问古田，今晚是谁向警察报的案？古田掏出小本本说，报警人是小区的保安，公寓的火灾警铃一直响个不停，他前去查看时发现煤气灶上的水壶已经被烧干。说完画面一转，两人来到了医院里。古田重新梳理了一遍事发经过，议员和麻里发生了矛盾，然后麻里用木头打伤了议员，接着麻里又打电话给茂雄，后来因为想不开便吃了大量的安眠药自杀。事发经过是不是这样？茂雄点头确认。随后古田拿出一个袋子，说出了心中的疑问，这是他在地上发现的几粒安眠药，药片是在议员的身体下面找到的，这就说明了在议员被打倒之前，药片就已经掉落在了地上，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正说着，医生走了过来，表示手术非常成功，只要再休息一段时间，病人就能出院。说完，医生带着古田走进了病房，茂雄则在后面悄悄地跟着。可令人没想到的是，房间里的病人不是议员，而是金泉。看到这一幕，茂雄直接傻眼了。走出门后，古田也笑出了声。原来
金泉刚好在这个医院里做痔疮手术，两人正谈着，突然走过来一个护士说，议员那边的手术也顺利完成了。古田和茂雄找到医生，医生表示，虽然手术已经顺利完成，但是议员他什么时候醒还不清楚。此时，警局的同事给古田送来了马里的验尸报告，上面有一个点引起了古田的注意，那就是马里的舌头下面残留了2颗安眠药。正常情况下，人的舌头下面有东西，要么会咽下去，要么就吐出来，根本不会像这样就睡过去。很有可能这些药是被人强行灌入处于昏迷的马里口中的。如果灌药的人是议员，那么打伤议员的又是谁呢？假如打伤议员的人是马里的话，那么给马里灌药的又是什么人？案件矛盾重重，看来当时在现场的还有第3个人，而且这个第3人就是凶手。古田询问茂雄，你确定当时接到的电话是马里打来的吗？茂雄表示确定，声称电话里面的就是马里的声音。古田回应说，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那只能等议员清醒过来，到时候一切都能真相大白。说完画面一转，记者媒体们也来到了医院里，茂雄接受了采访，表面上他没有承认议员的那些破事，实际却默认了大家的猜测。看来这件事情过后，议员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，并且他的儿子也会因此受到影响。采访结束后，两人返回病房，然而就在这时，护士突然跑来说，议员醒了。随后古田和茂雄赶到病房，可有一个不幸的消息，那就是议员虽然醒了，但是他的脑袋因为受到重击，现在出现了短暂性失忆的情况。听到这个消息，茂雄悬着的心终于放下，而且还笑得无比开心。看完议员后，茂雄来到门外，打开手提包，将议员的一些日常用药交给医生后打算离开。交接过程中，古田发现里面有一支治疗外伤的药膏，于是询问茂雄，这药也经常用到吗？茂雄表示，议员因为工作的关系，现在他的右手已经造成了很严重的损伤，甚至最近严重到抬不起手来。说完，茂雄转身离开了医院。古田自白开始，他已经100%的确定凶手就是茂雄，但是现在还没有确切的证据，所以不能直接逮捕他。接下来，古田打算设下一个圈套，让茂雄自己主动走进去。医院门口，茂雄刚坐上车，古田赶忙叫住了他，表示议员有急事要和他说，好像他的记忆恢复了，找你似乎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谈。说完，茂雄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了病房里，看到议员阴沉着脸，茂雄感觉自己要暴露了。接着，议员还说，我的事给你添麻烦了，以后我会好好感谢你的。说完，古田带着茂雄准备离开，刚想出门时，茂雄转身一看，和议员刚好四目相对，看着他那想刀人的眼神，茂雄被吓得赶紧离开了病房。随后出门和医生擦肩而过时，茂雄突然想到了一个可怕的计划，他来到医务室，谎称自己身体不舒服，让医生检查一下。然而他的眼神却一直盯着柜子中的注射器。晚上他要实施自己的杀人计划。转眼间到了深夜，医院已经熄完了灯，茂雄偷偷来到医务室，拿了一个注射器，径直走向了议员的病房。正准备下手之时，突然灯光亮起，古田出现在了他的身后，而且病床上躺着的人也换成了金泉。古田拿过注射器说道，其实议员根本就没有恢复记忆，他说的那些话就是真心的想感谢你，奈何你却曲解了他的意思。说完，茂雄还在狡辩，承认自己杀人未遂，但拒不承认自己杀害了马里。他说杀害马里的人是议员。古田反驳说，这不可能，因为他根本就做不到。你也说过，议员的右手抬都抬不起来，那么他怎么可能把马里弄昏迷，又把安眠药灌进他的口中呢？接着古田还说，从一开始我就怀疑你了，我重拨过案发现场内部电话，然而接电话的人却是披萨店的员工，所以说你声称在酒吧里接到了马里的电话，那根本就是假的，你的不在场证明也不会成立。最后在毫无办法之下，茂雄还想贿赂一下古田，可惜他找错了人。好了，案件就此完结。本期视频中扮演犯人的男明星叫小介一基，他是一名滑稽艺人，在电影和音乐方面有着深厚的造诣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此结束。喜欢古田任三郎这部剧的，给小森点个赞吧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